家晚上好，现在是上午12:43。我呢最近真的非常的忙，但又收到很多人就是很期待我第二集的内容，所以我就想出了一个方式，就让我可以录一次就好，然后我也不用背下自己写的那些稿，因为我短时间内真的没有办法把它 read 得这么顺。所以呢，我就想到一个方式，就是用这种比较像直播的方式，那可以让我偷偷看稿，同时呢，也让我如期的就是把一些内容分享给大家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分手后很痛苦嘛。其实这件事情不外乎就是我们不想失去，然后我们对于失去这件事情感到无能为力。我们在失去对方的同时，也丢失了部分的自己。那我们可能在找回自己的路上感到非常的迷茫。所以今天我的影片想要着重在于，到底失去，到底痛苦可以让我们获得什么？首先我想要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如果当初在一起是为了幸福，那难道分手就不是吗？如果努力去回归没有对方的生活，拼命的劝自己放下，这件事情很难做到的话，那我们可不可以朝一个全新的自己，全新的相处模式，全新的生活去努力呢？因为我们深爱过对方，我们深深的被对方影响，我们很难真的去抹掉那些过去那些回忆，但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经历化作成一个养分，滋养别人也喂养我们自己？还是我们只能够被动的任着回忆，任着过去去腐蚀着我们自己，然后把自己困在一个死胡同里面，觉得自己再也没有办法获得幸福了？我可以理解很多人分手后会想要挽回，但我常常了解到最后会发现，很多人是因为不晓得如何面对失去，以及你们不相信一个人也可以活得很好，你们不晓得怎么样一个人去过你们的日子，所以你们很需要对方，所以你们一直缠着他。那还有一些人，他们是因为外在的因素，因为我看不到未来，我的防御机制就打开了，我想说不然现在分手，我们就可以降低这个未来的伤害值。那不然就是明明自己还很爱，但对方做了一些触碰到我原则底线的事情，我就强迫我自己跟他分开，然后分开以后也不打紧，分开以后我还是继续着拿着对方的错误来惩罚着我自己，我迟迟走不出来。那还有一个更常见的执念，这执念就是对方现在想要分手的这个提议，觉得不能够同意他，因为一旦不答应要让彼此冷静一下的话，这个结果就会变成最后的结局，所以我觉得不能放他走。然后你进而做出一些比较极端的事情的时候，大家就想说，你是不是恐怖情人啊？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人生除了比较直接的这种生老病死，其实有很多的痛苦，它都是来源于我们的主观意识，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。这个概念非常重要。什么是事实？你们想一下，如果你们把分手的这个客观事实导向成一个不可被推翻的主观意识，而不是一段感情可能阶段性的过程的时候，你们就会把重心放在导致你们分手，然后让你们无法继续走下去的根本原因上面。你们不会去花时间花心力去想说，这段感情我们还可以怎么努力，我还可以怎么努力。你也没有余力去分析说，目前分手的这个结局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，然后可以如何去升华我们这段关系。那我们也会失去一个上帝视角，你无法客观的去洞察除了我们双方本人以外，外在的一些人事物，它是如何潜移默化的去影响我们这段关系的走向。那少了这个，你就很难全面性的去了解状况，然后走出这个困局。你很难去理解对方，你根本不可能放过你自己，然后你也很难去判断说，这段感情到底该不该挽回，然后我们双方到底适不适合。所以分手后的第一件事情是学会自处，就是不管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情绪，第一，我们不要压抑，我们等自己的情绪比较平稳的时候，我们深度的思考一下，是什么导致于我这样子的感受，是什么导致于我这样的一个情绪，然后切记不要去批评或者去否决的时候的自己。我们要把受伤的自己当作成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们需要被照顾，需要被理解，我们需要被陪伴，
我们不用去设限，我们给自己多少时间，然后强迫我们自己短时间内一定要变回什么样的一个状态，你就代替你原本的伴侣，好好的关心自己，好好的问问自己，你现在想做些什么，你有什么样的疑惑，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，你需要什么样的答案，然后你就可以从这里开始有意识的去向内求也好，向外询问也好，你去练习，去了解各种与爱与自己有关的课题。这边其实我比较鼓励大家一开始可能先向外求好了，因为有时候你们根本连怎么开始都不知道，这个还是要有专业的一些心理咨商师帮你们起个头会好一点。那第二呢，我们就是要有耐心，并且去客观的看待问题。如果你们想要挽回对方，去爱别人，你们一定要清楚，人生是一个酸甜苦辣的综合，感情也是。有时候你们很着急的想要一个结果，你们在爱里面尝不了除了甜以外的味道，你们就真的很难具备跟别人同甘共苦的能力。我们这边就简称一个爱的能力好了。你很难真正理清对方需要的是什么，他期望的是什么，他排斥的是什么，他迷茫的是什么，他恐惧的是什么。如果以上这些问题你们都能够就是有耐心，然后用客观的角度，或者找一些专业的咨商去做辅助，你们就可以比较去了解清楚说，这段关系我们要怎么挽回，那我们该不该挽回，甚至你们也可以知道说，如果这份爱不能以原本的这个方式继续进行，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其他形式让这份感情这份爱继续流动。你们会有属于你们的情感模式，你们会有专属于你们的故事。我很鼓励大家去培养一下自己的批判性思维，不要去依赖一些语录说好的另外一半应该要是怎么样的，爱你的人应该怎样又怎样。因为你用这样的方式去判断跟筛选伴侣，事实是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缺点，每个人都不完美，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。这世界上有多少种人，就有多少种爱的方式。如果那些语录真的有用的话，那你不至于太有那么多人为情所苦。所以你们不要再偷懒，自己的爱你们要自己想办法去体会，用心去体会。你不要想说我要用什么捷径，然后自己省略掉一堆功课，不可能的。这个爱是所有人一生的课题，大家一定要自己去走过这条路。所以呢，我现在想请大家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，我很期待你们去做一些实践性的一些尝试，去更了解自己，更了解别人，去想办法让自己越活越好。这途中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话，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可以彼此陪伴跟彼此鼓励的。我也很希望你们可以留言给我，私讯给我，告诉我说你们变得怎么样，你们有没有因为这些内容变得更好，或者是说哪些内容对你们是有帮助，哪些内容没听懂的。我如果收到你们这样的回馈的话，我会很开心，我也会觉得这个影片才是真的有意义的。那就谢谢大家，我们下集见。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越活越好，越爱越好。记得要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最好是留言给我，告诉我你们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疑惑，然后你们有没有实际开始行动。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次见。